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了CR偏偏。今天说的是《雷神2：黑暗世界》。此时恰逢5000年一遇的9大王国即将连成一线，和我们老祖宗常说的9星连珠差不多。正所谓天生异象，必出反常。5000年前上一次9星连珠发生时，邪恶种族黑暗精灵仗着拥有传说中的古老武器以太粒子，在老大麻辣基斯的正确领导下，终于被大锤他爷爷给团灭了。麻辣基斯重伤逃走，而以太粒子被深埋在阿斯加德地底3000米。顺便说一下，以太就是6颗无限宝石之一的现实宝石。言归正传，在上一部雷神里，通往地球的彩虹桥被物理知识过硬的大锤给砸断了。这一部虽然彩虹桥修好了，但是大锤忙着征战9大王国的反叛分子，和阿珍天各一方，如牛郎织女似许仙白蛇，终日隔空相望，却不能厮守的悲伤逆流成河。想你的眼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。过度思念大锤的阿珍终于决定开始尝试和别的男人约会。俗话说，不掺和约会的闺蜜不是好闺蜜。阿珍的闺蜜大波妹突然出现，搅黄了约会，将阿珍带到了一个物理现象反常的破旧工厂，发现往下面丢一罐汽水居然能无限循环。阿珍不作死就不会死的，开始一个人瞎逛，一不留神逛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一滩奇怪的液体进入了她的体内。原来这滩液体就是传说中的古老武器以太粒子。因为马上就要9星连珠，所以9个世界会产生重合，而这个破旧工厂就是重合点。阿珍眼一闭一睁，半天就过去了。醒来后发现朝思暮想的大锤就那样毫无征兆的出现在自己面前，阿珍顺手就是一个嘴巴子。Sorry, I just needed to make sure you were real. 反手又是一个嘴巴子，你咋太来呢？由于以太粒子在阿珍体内完美的融合，所以对一切外来侵害充满了暴力的抗性。大锤决定带着阿珍回到阿斯加德看病。与此同时，由于以太粒子被阿珍误打误撞激活，传说中的黑暗精灵也开始了他们的复仇行动。老大麻辣基斯派一个会变身的诅咒精灵冒充囚犯，潜入了阿斯加德的监狱，发起暴乱。麻辣基斯自己则率领大部队正面进攻阿斯加德，当然是为了抢夺阿珍体内的以太粒子。毕竟拥有了以太粒子的黑暗精灵老大才是完整的老大，就像不加麻辣的基斯就不能叫做麻辣基斯一个道理。面临内忧外患的阿斯加德岌岌可危，黑暗精灵拆员队秉承着千百年来摧毁一切的信念，攻入了阿斯加德的神殿。麻辣基斯大战大锤他妈，顺利的，哎我去，居然没打过。这个黑暗精灵的老大也太菜了吧，别叫麻辣基斯了，直接叫辣鸡算了。好在小弟诅咒精灵赶来控制了锤妈，辣鸡准备插入阿珍的身体里取出以太粒子，却没想到这个阿珍是锤妈的幻术，一怒之下让诅咒精灵捅死了锤妈。大锤这个苦命孩子啊，第一步他爹成了植物人，第二步他妈直接挂了，我就不告诉你们第三步他爹也挂了。好在媳妇保住了，没有被黑暗精灵的拆迁队抢了去。刚经历丧偶之痛的锤爹失了智，要不计后果的全面开战。而大锤说这么正面刚对咱们的损失太大，他想带着阿珍去黑暗精灵的地盘搞突袭，趁着垃圾取出以太粒子的瞬间一锅端。他爹当然不同意了，你是老大还是我是老大？于是大锤只能顶着叛国罪的压力私自行动。既然彩虹桥不让用，唯一离开阿斯加德的方法就是靠基基的密道。大锤来到监狱看望基基，基基似乎对母亲的去世毫不在意。Have you come to gloat? Loki enough. 大锤说可以救基基出来，一起给母亲报仇。尽管基基这个有变装癖的话痨逗逼烦人的要命，大锤的好基友们也不信任他，排着队说你要背叛大锤我就弄死你。但此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你有千军万马围追堵截，我有兄弟4人摆平一切。基基带着大锤和阿珍从他的秘密通道离开了阿斯加德，来到了黑暗世界，终于在这里见到了辣鸡。基基果然不负众望的背叛了大锤，还砍下了大锤的右手，然后亲手把阿珍送给了辣鸡。辣鸡取出了阿珍体内的以太粒子，此时大锤的右手居然又长出来了，原来刚才基基投降是在演戏。反间计，防不胜防啊！兴致勃勃的大锤冲着以太粒子一锤下去，以太粒子连毛都没上一根。辣鸡终于和以太粒子融合了，变成了战力翻了好几倍的辣鸡王，向着9星连珠的地球进军，欲将整个世界陷入黑暗精灵的统治。而基基为了给他妈报仇，选择和诅咒精灵同归于尽。阿珍亦父亦友的老教授推断出，黑暗精灵拆迁队即将光临英国，不是9星连珠吗？先挑哪个打不行，非要从最难打的地球开始，这些个反派都没脑子吗？当然按照规矩，主角一上来肯定是要被碾压的。大锤不计成本的对着辣鸡王一连串的大锤80，却毫无效果。于是利用9星连珠的现象，大波妹的助手按照老教授的安排，用小锤固定重力设备，通过高科技重现废旧工厂的穿越现象。大锤配小锤还是头一回，大批的敌人都被传送走了。要不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呢，但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。战得如火如荼的大锤和辣鸡王也被传送到了各个国度，但异地的自然风光远不如势均力敌的对手吸引人，尤其是传送的随机性，让俩人开始比拼谁摔跤的姿势更好看。传到最后，大锤一个人出现在了地铁站。How do I get to Greenwich? Take this train 3 stops. 最终大锤一锤的把高科技重力设备锤进了辣鸡王的体内，分分钟把辣鸡王五马分尸成了金米花，散落在了9大王国。大战过后一片狼藉，收拾卫生的事自然轮不到大锤出手。他回到阿斯加德向老爸汇报了工作，并且表示自己现在不想接班当国王。之后回到地球和阿珍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然而锤爹居然是基基幻化而成，也就是说基基是炸死。那大锤的爸比去哪儿了呢？这就是雷神3诸神的黄昏里的故事了。彩蛋里，由于把2颗无限宝石放在一起太过危险，阿斯加德将以太粒子交给了收藏家保管。这个收藏家之后马上就会在银河护卫队中登场，所以下周6的偏偏说漫威咱们就说一说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。没错，就是这么任性。顺便说一下，精神病院里和老教授卖萌要鞋的就是漫威创始人老李头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拜了个拜。